大家好，我是新发地。WorkBuddy 最近迎来了一项重磅更新，简直可以带飞打工人的日常办公任務，那就是人机双写功能。以前你用 AI 办公是让 AI 帮你写一段，然後自己複製粘貼回文檔裡，改格式、改排版，忙活半天。現在不一樣了， AI 能直接鑽進你的 Word、Excel、PPT 里，跟你一起改，改完直接留在原文件上，不用你来回搬運。这個功能到底如何使用，好不好用？我今天就拿3個辦公任務實打實測一遍，咱們一起看看到底怎麼個事兒。開始測試之前，我們先看看 WorkBuddy 官方是怎麼說的。官方給人機雙寫的一句話定義是：細微調整隨手就改，複雜改寫交給 AI。用戶既可以像平時一樣手動輸入和編輯文檔，也可以隨時發出指令，讓 WorkBuddy 根據要求直接在當前文檔中進行增刪、改写或排版。官方還列了3個核心亮點。第一個，不用來回切軟件 ，Word、Excel、PPT、Markdown， 還有腾讯文檔，全都能在 WorkBuddy 裡直接打開、直接改。你自己動手改和讓 AI 改都在同一個界面裡完成，不用在幾個 Office 軟件之間切來切去。第二個，你和 AI 在同一編輯區，你手動改的東西 WorkBuddy 是實時看得見的，它後面再幫你改寫，一定是基于你最新的版本来的，不會把你剛改好的又給覆蓋掉。第三，指哪兒改哪兒，你選中哪段文字哪個區域再下指令， AI 就只動你選中的那一塊，不用截圖，也不用複製一大段話去描述要改哪兒，還能省點 token。 那如何啟用這個功能呢？目前官方並沒有給人機雙寫功能獨立的入口，有2種情況可以觸發。第一種，我認為是最大概率的情形，我們日常工作中同時間流轉的或是自己寫的 Word、PPT、Excel 都在本地文件夾內，這時候如果你想人機雙寫某個文檔，直接拖入任務對話框是不行的，這裡就需要用到工作空間的概念了。如果你還沒有很好的理解工作空間，可以去看我上一個視頻，裡面重點分析了工作空間的邏輯。你可以新建一個工作空間文件夾，把要改的文檔放進去，比如我這裡的測試文件夾，或者新建一個對話任務，把這個任務的工作空間直接選成你放文件的那個文件夾，然後在新任務对話後，就能在右側欄找到這個文檔，打開就能直接編輯了。第二種，就是你的文檔本來就是在某個任務對話中生成的產物，此時右側欄能找到這個文件，打開後你也就可以進行人機雙寫。總之一句話，文檔必須先落進工作空間， AI 才能在原文件上改，否則它只能另存個副本，改不到你原來那份。好，接下來我们进入測試。第一個測試是 Word， 我準備了一篇大約2000字的文章，沒分章節，就是那種從頭到尾寫流水賬，講一個上班族半年用 AI 辦公折騰的經歷。第一輪我只丟了一句，幫我規劃章節結構、起標題、生成目錄。結果他嘩嘩給我分成了7章，從我為什麼開始折騰，到踩過的坑，再到下半年計劃，邏輯線理得還算清楚，標題也起得像那麼回事兒。比如第2章叫3座大山，週報 PPT 表格的日常折磨，基本滿足要求。然後我進一步要求它標題統一成2級標題，目錄單放一頁，每個目錄條目要能點擊跳轉到對應的章節。好家伙，這下全齊了。報告有了總標題，目錄獨立一頁，7個條目點哪兒跳到哪兒。所以第一關的結論是好用，尤其是要做標書、寫論文的朋友，還有學生黨，這種幾萬字、幾十頁的重型文檔，平時最頭疼的就是分章節、排目錄。現在一句話丟進去，全給你理得清清楚楚，能省下大把時間。當然，你把需求說得越詳細，它做得越完整。第2個測試是 Excel， 我準備了一張半成品的銷售表，8個區域產品線，有5個空列等着填，分別是同比增長額、同比增速、區域佔比、完成率、排名。這幾個空列看着簡單，實際暗藏玄機。區域佔比
要跨行先汇總再除，排名要用到 rank 函数。可能平时手工做表时需要想一想，甚至如果平时 rank 函数用的少，還需要网上查查攻略。我一句話丟過去，幫我把空列用公式補全，再來一句分析結論和一張圖表。結果他一次就把5列公式全填上了，我挨個核對全對。重點看排名那列 rank 函數，由於我原始要求中沒有明確按什麼排名，他主動按銷售額進行了排名，8行沒有一個錯的。華東 A 銷售額158萬排第一，西南 B 53萬排第8，清清楚楚。最後給的那句分析結論也不錯，沒有單純複述數字，還找出了問題。華北 B 是唯一下滑的，同比下跌了 12.9%， 完成率才 21.8%， 全表完成率 35%， 落後时間进度一半。說實話，大多數人其實並不精通 Excel 公式，但這個功能把 Excel 的使用門檻給抹平了。你不需要會公式，不用懂函數，一句話丟過去，數據它幫你算好，結論它幫你提煉出來，等於把數據處理這事兒從你得先會 Excel 降到了你只要會說人話，所以這一關滿分。第3個測試是 PPT， 這次我模擬的是一個更常見的場景，手裡有份文字報告要變成 PPT， 我的做法特別普通人，把報告裡的每個章節內容原樣粗略的粘進 PPT 對應的每一頁，一坨字直接呼上去，然後交給他處理。哎呦我的媽！順便我還想測一下框選修改，就是選中某一頁或者某一塊內容，只讓他改我選中的那一塊，別的別動。結果他確實能做到，選中的那坨文字他給你重新整理成要點，排成 PPT 該有的樣子，沒選中的地方也不亂動。不過說實話，這次出來的結果有點糙，因為我自己也偷懶了，提示詞寫的粗糙，只甩了句幫我做成 PPT， 既沒有給他固定的設計風格，也沒有丟給他公司的模板，他就只能按照自己的默認審美來排，所以這一關準確講是能用，達到了我的原始要求，但離好看還差口氣。這又印證了前面那句話，你把需求說得越細，給的約束越多，他做得越好。3個測試都跑完了，我這裡再放一段官方自己的演示視頻，1分多鐘，你們可以看看官方是怎麼演示這些功能的，增加些使用靈感吧。今天 Office 被裝进 WorkBuddy 了。过去需要打開文檔複製內容才能發給 AI 提需求，團隊多人協作時更難圍繞同一份文檔和同一個 AI 實時配合。現在 WorkBuddy 人機雙寫正式上線，你和 AI 以及別人能夠在同一份文檔上同時幹活，無論是騰訊文檔還是本地文件，用 WorkBuddy 打開後直接編輯修改，也可以選中文檔元素，點擊 AI 編輯，一句話就能直接修改原文件內容，不用重複編輯，所見即所得，文檔、表格、PPT 都能用。文檔支持潤色改寫、排版美化、錯別字檢測，表格支持數據分析、批量套公式、生成圖表， PPT 支持統一版式、智能配圖、頁面刻寫等能力。你的辦公需求 Buddy 全都能接住，你還可以用 Buddy 分享騰訊文檔裡的內容，實現與別人和 AI 共同操作一份文件。快打開 WorkBuddy 試試吧。好，我們總結一下，3個測試 ：Word 分章節、Excel 補公式、PPT 文字稿轉版式，人機雙寫都接住了，沒有一個掉鏈子。但比能不能幹更值得說的是，它到底改變了什麼？以前的 AI 辦公說白了是個黑箱，你把需求丟進去，它吐出一個成品來，中間怎麼做的你看不見也插不上手，結果不滿意只能整個推翻重來。人機雙寫不一樣，它把這個黑箱給打開了，讓你站在最終產物邊上，
生產過程中的任何一個局部，你都能精準的改。這一段不對，選中重寫；那一頁太糙，框着重排。人是全程實時把關的，產物的質量自然有底。那它真正幫上的，恰恰是小白平时最用不好的那3樣：Word 的排版、Excel 的公式、PPT 的結構搭建。現在你不用会排版，不用背公式了。PPT 更簡单，先讓 AI 一键生成個大概，再对着局部慢慢摳。所以人机雙寫本質不是給你一個一键出成品的按鈕，而是給你一套精準修改的過程。說到這兒，如果你看過我的第3期視頻，我演示過一個 PPT 圈化修改功能，選中一塊圈一下讓它改，那個能力其實就是今天人机雙寫的雏形。現在它蜕变出來了，長成了一個能鑽進 Word、Excel、PPT， 在整個生產流程裡隨時精準修改的完整功能。当然，我也得说句實在話，它能做到什麼程度，取決於你的指令寫的細不細，所以別怕囉嗦，你想要的細節全寫進指令裡，它才做得完整。如果你也在用 WorkBuddy， 去試試人機雙寫，評論區聊聊你的體驗，或者你還想看什麼測試，也可以給我留言。好，這期就到這兒，別忘了點讚訂閱，我是新發地，我們下期見，拜拜。